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7月5号，日本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称呢，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将认定这是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及美国有必要共同保卫台湾。麻生太郎这个言论，我们暂时呢不做过多的评论。可以讲，他要是实施这么一个计划，就是自我找死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台湾岛内的绿营对麻生这个说法是个什么态度？台湾的三立新闻网对麻生太郎这个表态呢进行了解读，并且声称呢，虽然有日本和美国的协助，但是台湾岛有更强大的反登陆作战方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更强大的反登陆作战方案是个什么东西。台湾地区的所谓军事专家称啊，台湾现在买了108辆地表最强战车M1A2艾布拉姆斯坦克。这种坦克呢，个头大，装甲强，它能够机动到海边，成为移动的炮阵地，用它们来攻击大陆渡海的登陆艇、登陆舰，应该说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利器。这些坦克能否作为反登陆作战的强有力的装备？那么首先看看它是怎么用的。台湾的一名陆军退役少将叫俞北辰的，他声称呢，台湾地区的沿海有一条西滨快速公路，它全程都是高架桥，在海岸边从沿岸连接到海底，这就是为了让大陆的野马式气垫登陆艇冲不过去。那么西滨高速公路下面呢，还能摆放战车跟坦克，有些柱子和柱子之间的空隙是镂空的，或者是搭上板子的，这样的话呢，有利于台湾地区的战车在出动的时候呢，一推就倒。平常呢，就隐藏在这些镂空的装置或者是板子后面，但是使用的时候呢，往外一冲，把这些板子冲倒了，它就可以出来机动了。该节目呢，将西滨快速公路吹嘘为另类长城。一条快速公路或者是一个高架桥，竟然成为台军的另类长城，这个说法靠谱吗？现代战争中，坦克和公路还有可能构建起一个坚固的防线吗？特别是台湾地区的坦克和公路，首先它重量很大，将近60吨，那么是否所有的台湾地区桥梁都能让它通过？这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这款坦克重量太大了，很多台湾的桥梁根本就承受不了。引进这个计划呢，曾经长时间中断。那么现在绿营分子为了以武拒统，又匆匆忙忙从美国引进了这些世界上重量最大的坦克之一。那么这些坦克来了以后，就能帮助他们以武拒统吗？它的作战能力到底如何呢？一般的公路上跑没问题，但是过桥是个大事儿，是吧？那么现在不但要过桥，还要把它移到桥底下埋藏起来，以备呢潜伏出击。那么它一旦出来以后会怎么样呢？据说要排在海边对我们的登陆舰艇发动炮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暴露了自己的所在了。那么现在他自己从桥底下跑出来了，那么就变成了无人机和其他的精确制导弹药的活靶子了吗？尤其是空对地打击的情况下，无论是武装直升机还是察打一体无人机，都能够对它的顶部呢发动攻击。我们知道坦克的顶部是它的薄弱环节，一旦把这个地方敲毁了，那么基本上这个坦克就作废了。那么它一旦在海岸边一字长蛇阵摆出来，把坦克当成海岸炮了，那么它的生存能力就会要大打折扣，可能在我们强大的空对地打击能力的压制下很难成活。而且这种坦克它的机动能力是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的，你摆出来了要跑恐怕就很难了。桥一旦被炸塌，你往哪跑啊？那么
俞北辰提到另外一条，说他们的岸边是垂直的，气垫登陆艇难以垂直爬升。那么这给我们提了个醒。那么在某些区域，恐怕需要通过强大的火力攻击，炸出一个斜坡。那么我们的气垫登陆艇不就能够直接爬到岸上了吗？坦克也就能够直接上去了。那么一旦中国人解放军的重装备登陆成功，那么剩下的台军的重装甲部队能是我们96式、99式坦克的对手吗？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你哪怕是借助外力，要想以武拒统，最终的结果都是粉身碎骨。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